民数记第9章15到23节，描述以色列人在旷野如何跟随神的带领前进与停留。白天，会幕上方有云彩遮盖，保护他们免受烈日曝晒。晚上，云彩变为火柱，照亮黑暗，让百姓知道神与他们同在。当云彩升起，他们就拔营前进；当云彩停住，他们就安营不动。有时云彩只停留1天，他们隔天就得继续上路；有时云彩停留数天、数周，甚至1年，他们就得耐心等待，直到神再次带领他们前行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学习跟随神的脚步呢？夏琳是一个爱旅行的女生，她最爱做的事就是开车探索新的地方。这次，她计划了一趟梦寐以求的山中露营之旅，和朋友们相约一起开车前往风景优美的云之谷。他准备好一切，检查车子，打包行李，甚至还买了最新款的 GPS 导航，确保这趟旅程万无一失。没问题，这次一定会是完美的旅行。他自信满满地发动引擎，按照导航的指示出发。开了几个小时，车子逐渐驶入山区，风景越来越美，夏琳的心情也越来越兴奋。但这时，导航突然要她右转，进入一条不太明显的小路。这是对的吗？夏琳狐疑地看了看四周，这条路看起来比主要道路更小，更荒凉欸。朋友们也开始质疑，要不要继续走大路啊？感觉比较安全。但导航坚持，请右转，进入山径。夏琳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决定相信导航，转进了这条小路。没想到这条路越来越颠簸，坑坑洞洞，车子颠得大家东倒西歪。这真的是对的路吗？有人开始抱怨。又开了一段时间，天色开始变暗，四周变得安静又神秘。突然，前方的道路被一棵倒下的大树挡住了。糟糕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夏琳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，心里有点慌。如果刚刚走大路，会不会比较好？她犹豫着要不要原路折返，但导航却说，请稍等，重新计算路线。朋友们都看着她，等她做决定。这时，她突然想起听过的一句话，有时候你不明白导航的计划，但它会带你到最好的目的地。他决定继续相信导航，并照着他的指示，绕了一条看起来更荒凉的小径前进。几分钟后，车子穿过树林，眼前的景色突然开阔。他们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山谷，湖水波光粼粼，星空倒映在水面上，宛如童话世界。哇，太美了吧！所有人都惊呼。更令他们惊讶的是，这里竟然有一片空旷的营地，不仅风景绝佳，还没有其他游客，像是专门为他们预备的一样。夏琳松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，看来
导航果然是对的，我们以为大陆比较安全，但其实最美的地方是导航带我们来的。神的带领常常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。以色列人可能会想，这里已经很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搬？或者，为什么停留这么久？什么时候才能出发？但最终，他们发现，当顺服带领时，会走到更美好的地方。有时，神要我们前进，有时要我们等待。以色列人不能自己决定何时出发或停下来，一切都要看云彩的动向。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神可能让我们在某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，准备我们的心。但当他要我们行动时，我们就要勇敢踏出去，跟随神的脚步，就像跟着导航走。即使我们看不懂全貌，过程看起来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，但当我们选择信靠他，顺服他的带领，最终我们会发现他早已为我们预备了最美的目的地。